仙是始于先秦，兴于魏晋，广为流传的仙的故事、诗歌和修炼等，是仙文化的基础。仙的共同特点是长生不老，各有神通，能实现凡人可望不可及的愿望，并能享受世间的快乐。这么一看，仙跟神好像是一回事，所以民间一般也是将神仙连在一起说。其实神和仙还是有些区别的，最关键的一个区别就是神是死人，是死后受予，已无肉身；仙是活人，是修炼不死，肉身尚存。不过无论是神是仙，都有着品级划分，本期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仙是怎么划分品级的。首先是鬼仙，最低等的仙，指修道者未能炼至纯阳，未能长生，而死后一念清净，出幽入明，不生不灭，乃为鬼仙，也被叫为灵鬼。鬼仙的精气没有消失，所以能够长久通灵，而存在于鬼道的世界中，既不能轮回，又难以去仙界，终究没有所归，至于投胎就舍而已。在修炼中获得清明灵境的定力，具有预测、遥感、意识感知等灵感值，或聆听觉灵视觉等稳定的超能力，或依靠符咒法术能够稳定地展现超能力，则可认为修炼层次达到鬼仙品级。第二是人仙，人仙高于鬼仙，类似于修真小说中的修仙者。大多数的修仙者都能够修得一些法术，然后除暴安良，多行善事，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大仙。但修仙者们往往很难参悟属于自己的大道，如果不能遇到大的机缘，也只能止步于此。不过一生顺平没什么问题。人仙一般都掌握了气的应用，可以用气在体内自由运食，能够抵御外邪，疏通气血，达到百邪不侵、百病不生、延年益寿的状态，这也是人仙品级的标志。第三是地仙，地仙是指成就达到神仙的一半，但是具有神仙资质的仙。这类仙能够参悟一些道理，精通一些小圣之法，所以能够在人间永生不死，但是依然不能悟透道理，可以理解成找到了自己的道，但还不能圆满。地仙级修炼者，是以肉体不再受到衰老的限制为成就标志，并有发展方向。不同者则以近似于阳神力量的空间、物理作用能力为成就标志。地仙品级的修炼比神仙品级还要复杂多变，修仙者之所以到地仙级便不能再上一层，完全可以说是因为对宇宙三态、迪迦存在形态的根本理论不了解，所以刚到了门口就以为是终极境界。由此可知，在人仙、鬼仙品级的修炼中，见解高低并不重要，一旦到了地仙境界，见解不到位就没办法了。所以说修仙修道是智慧的成就，智慧不到位是不行的。地仙品级以上的修炼不可能再以业余活动的形态完成，必须断绝外援，专心修炼。所以有一定领悟道理的人，大都遁出深山，与世隔绝。修炼所需时间因人而异，根基好的数年即可成功，根基差的则可能数十年不能前进一步。若在入定时见到了一个蓝色或紫蓝色的明亮光点，并能随时进入这种见到明点的定境，以此境界为基础起修，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光点的力量，则说明修炼层次已达到了地仙品级。能看到的光点就是需要参悟的道。然后是神仙，神仙也被叫做仙真，超越玄关境界，进入明体境界，依元神力量铸造阳神。神仙是最容易让人误解的一种仙人，因为看起来好像就是地仙继续修行后成就的仙人。但神仙容易让人误解的地方是与天仙有什么区别。其实要了解神仙，看到关键的4个字脱至生仙，意思是脱离了肉身的仙。简而言之，神仙是没有肉身的。大家常听到一个神仙术语叫做羽化飞升，指的就是神仙的飞升方式，褪去肉身，飞升成仙。如果在入定时已经可以将地仙时看到的光点随意掌控，能随心所欲地驾驭光点，让光点的能量为自己所用，则说明修炼层次已经达到了神仙品级，代表到趋近圆满，已经大成。最后是天仙，天仙是最高等的仙，也叫飞仙大罗金仙。天仙是指地仙修炼到形神俱妙，功德圆满，能白日飞升的仙人。
简单一句话就是能肉身飞升的仙人。这种仙人按照现在的理解，可以将身体能量化，聚则成形，散则成气。尽管鬼仙人仙也被称之为仙，但实际上两者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仙。钟离权就认为鬼仙乃清灵之鬼，非纯阳之仙，只是因为其立志于道，阴灵不散，所以被称为鬼仙。但虽曰仙，其是鬼也。人仙只是修仙者得到某种法或某种术，勤加修炼所成，然而他们不能全于大道，只于大道中一法一术，功成安乐延年而已。地仙、神仙和天仙是真正意义上的仙，不过神仙也会被认为还是地仙，是地仙中的精英。这些精英的层次确实高出普通地仙不少，而且还喜欢脱离凡尘，前往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岛继续修炼，所以就被称为神仙，与普通地仙加以区分。总之，不管如何划分仙人的品级，归根到底还是修仙者对于得道成仙的一种追求，不能满足于眼前取得的一点点道行，还要知道仙外有仙，得道之路任重而道远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